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北阳台上扦插的这些植物，大致分为了这几种植物吧，一种是金钱树，月季，还有大丽花，以及这儿的吊竹梅，还有长寿花。那么我来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吧。首先，我们先从这些扦插的金钱树开始。这个扦插的具体的情况呢，可以在我前2天拍摄的金钱树扦插的视频里找到。这些是水培的。然后当时有花友给我建议，之前我是用的透明的这种玻璃瓶嘛，他说如果用这种避光一点，或者用黑色塑料袋包一下那个塑料瓶，可能会让它的根系长得会更好一点。然后我就把它换到了这个带颜色的花瓶里，这样就也是起到了一个避光保存的作用。可以看一下。然后这些是土培的，具体的情况呢，大家可以去看我前2天拍摄的视频。然后这一部分呢都是金钱树，然后这一盆是应该是玉树吧，是我之前和花友互换花草，他给我剪下来的一个枝条扦插的，应该长得还不错。这4格也是和花友互换花草，他给我的吊竹梅已经长得很长了，之前是没有这么长的。还有这个，你看它都已经往外长了，所以吊竹梅也是很适合扦插的。它和油画婚礼吊兰叶子是有点像的，然后也都非常好扦插。这些是，我看看，这个是蟹爪兰，它你看这一片，这2片新叶子，看这2片新叶子都是新长出来的，那它的扦插也是成功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一部分，这几盆都是大丽花，然后这个是水培的，还没有看到它的根系。哦，对，这瓶也是水培的大丽花。我们来看看它的根系哈，前2天我看是根系已经长出来了，看，所以它水培也是非常简单的，就是大概是1周时间吧就能长出来。这个是我土培的，大概有个一个多月吧。你看之前是很小的，之前也是剪的大概是这么大的，然后它就茁壮的生长，现在这些都是它新长出来的叶子，这叶片都是的，是不是马上感觉就能开花了感觉？所以大丽花也是非常好扦插的。大丽花开花的视频大家也可以在我3月多的时候那个拍的阳台全览的时候有。这个大丽花的品种可能是荷花仙子，或者是我那个紫色大丽花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那个视频，应该也能知道。这个是前2天刚修剪大丽花的时候扦插的，还有这个也是的，这些也是。这是大丽花的这一部分，所以如果家里有大丽花的母本的话，就可以尝试扦插，这样你就会有很多的大丽花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这2排都是月季，而且这边的月季基本上都是我水培的，土培的月季我都放在南阳台了。之前和花友互换花草的时候，当时土培成功的果汁阳台吧和果汁飞剑还和花友互换了一部分，当时他们也是长根了的。然后这些我在北阳台上留下的都是一些水培的月季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看根系，找一下看。这个应该是品种应该是啥？好像是朱丽叶，你看它的根系已经长出来了。其实月季怎么能辨别它会不会长根呢？就是它这个能不能看到它这个伤疤的愈合组织，如果看到它愈合了，基本上它就能长根。可以给大家看看其他的，比如说这个根系是长得比较快的，看，然后它的根系都已经长得很长了。这个的品种是果汁，应该是果汁阳台，你看这个就已经愈合了，它的愈合组织，那马上根系就能长出来了。
可以看看这些黑巴克，它的愈合组织还没有看到根系。哎，看看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也是朱丽叶。看看，哇，这个根系你看也是很长啊，可以。其实等它的根系再强壮一点，就可以把它移到土里了，让它更快的生长。只是最近天气比较热，所以就还没有移植。其实水培这个月季，怎么说呢？月季长根扦插还是不那么容易的，不管是土培还是水培，这个成活率都不是那么的高。中间如果发现它的杆子黑了，就要及时把它丢掉。就是比如说像这种，这是我前一个星期扦插的吧，杆子黑了这种情况，那就可以把它丢掉了。它就是没有办法成功的生根了。这些绿色的，不用特别担心啊，它是一种绿藻。如果我们用这种透明的塑料杯啊，或者透明的容器来扦插水培植物的话，都会有的。这个可以定期给它清理一下就行。有一部分绿藻也还好，它没有特别大的影响，但是太多了也不行，会影响根系的呼吸的。我们来看看剩下的，这是月季啊，剩下的一部分。从那个长寿花来说吧，这是我扦插的长寿花，是修剪的时候剩下的，然后直接就把它放在这里面。你可以看到，是不是能看到新的这个长出来的芽了？那这就是新的，它就成活了。然后看这个长寿花也是修剪下来，然后这一盘也是都是长寿花大部分是长寿花。你看这种的能看到新叶的，就是基本上都扎根了。然后也可以在托盘下面去看它的根系也是可以的。主要是枝条扦插的，还有一些是叶片扦插的。我主要是为了实践一下叶片扦插，看看多久会长出新的根系。当然，如果你要快一点的话，最好还是枝条扦插比较快啊。哎，这两个是应该是杜鹃，当时修剪的时候也把它放在这里了，看来它们也是成活了的。其他的这些应该都是长寿花了。长寿花扦插真的不难，之前的视频里我有拍过一个，详细拍过长寿花怎么扦插的，比如说那个修剪啊、消毒呀，还有如果有生根叶也可以用。但是如果你扦插比较熟练的话，就可以直接把它晾干伤口之后，就直接把它扦插就可以了。或者这个扦插的叶片再长一点，这么大其实也是没关系的。当然，如果为了保证成活率，可以就是留2对叶片就可以。如果你扦插的特别熟练，就没有那么多的禁忌了，因为你掌握好了这个浇水的频率啊，以及可以知道它是否烂根啊，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，可以直接扦插就行，它还是比较好活的。然后你看月季，这是我扦插的月季土培的，但是现在是天气太热了，这是最近扦插的，它就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叶片会干枯，所以月季土培的扦插率现在温度高的情况下是很低的。你看。这个应该是移栽的那个这个应该是扦插的垂丝茉莉，它就黑杆了。就扦插的时候遇到这种问题就非常的常见。哎，这些是同时期扦插的，它们还是绿的这个应该看这个就黑了。然后可以掂一下盆，或者看一下这个土的颜色已经变白了，然后本土也很轻，就可以浇水了。这个是垂丝茉莉。垂丝茉莉这个水培和土培还算轻松吧，不过也是天气热的情况下，成功率也不是那么高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一盆，这一瓶是那个凤仙花。其实凤仙花，当时我扦插的时候是带叶子的，只不过后来它的叶子，可能吸水不够，它的叶子都掉了，但是我也没有管它。然后后来它就在它的这个。芽点的地方长出了新的这种小的嫩芽，然后根系呢也生出了根。所以，如果你水培这个凤仙花，发现它，前一周啊叶片掉了，其实也可以再等等，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它这个根系就能长出来，然后就能扦插成活，需要耐心一下。它还是特别好扦插成活的。这一瓶是吊兰。然后吊兰它真的是非常好扦插呀，就之前的视频里也有拍过。它这个你直接就放在水里，其实就基本上没啥问题了，只要不缺水就行。
然后它长根系啊什么都特别快。包括我们之前这一瓶也是吊兰，你看它就是直接可以达到一种关根的目的了。还把它放回去。基本上啊，这是我北阳台这几个月来的扦插的一些结果吧。北阳台它还是比较适合放扦插的一些植物的，因为它的阳光不是那么强烈，基本上都是散射光。除了在夏天的时候吧，会有一些早晨的时候会有一些阳光，但是它也不强烈，所以就非常适合放一些扦插的植物，以及蝴蝶兰也是非常适合的，因为它也是不能接受直射光，最好是接受散射光的这种。所以你看它在这儿也是能生活的特别好的。养花的话，大家还是可以学习去如何扦插的。扦插的方法基本上也就是水培法、土培法，还有的植物呢是种子播种，还有就是分株法。大家都了解一下如何繁殖植物。这样，假如说有的植物它因为意外呀，或者因为忘记浇水啊等等问题导致它死亡吧，那我们就还有备份，就还可以继续让植物继续生长下去。好了，那这就是本次关于北阳台扦插植物的一些分享啦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